我是先谈谈我们就职1年的感想哦，就职1年，你今天刚好满1年的样子吗？问心题。我想从2024年啊，跟我们台湾民众党其他7位伙伴一起迈入国会，成立台湾民众党的党团。过去这1年当中啊，在8位立委群策群力之下，其实我们兑现了非常多。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的主席柯文哲所提出来的竞选政见，台湾民众党用具体的行动向所有的选民以及我们的支持者证明，台湾民众党是一个说到做到。我们开出来的政见是拿来兑现用的，不是拿来跳票用的。我相信啊，这个跟民进党过去8年多以来跟选民所开出来的政见不断的跳票，成为一个芭乐党，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那展望新的1年，台湾民众党在立院的8位立委会继续的兑现我们在竞选期间的承诺，推动福国利民的法案，站在人民的立场好好的监督。那也会跟我们在地方上面非常优秀的从政同志，像我们的何书议员跟我们的麦委员，我相信他们在台中这边携手合作，那为选民为基层服务有目共睹。想问一下，2026就是县市长选举，我们这边还是会延续蓝白合作的模式吗？有考虑这样吗？我想在地方选举情况对于台湾民众党来讲，我们作为第3势力最重要的领头羊，那在每个地方都会有我们的布局。在台中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柯文哲主席在参与总统大选的时候得票率非常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也感谢有30%的台中市民，那对我们柯文哲主席投下了支持信任的票。我们不会辜负这么多的台中市民对台湾民众党的支持。那2026年的选举，我们在各个选区的议员，我们一定会提好提满。那至于说在首长，那我们也会进行审慎的评估。今天也是那个正式的罢免启动日那现在就是蓝绿在互罢嘛。那民众党这边的立场是支持互罢还是不支持？其实我们公开说过很多次了罢免制度本来是应该人民对于政见跳票的政客、不听民意的政客，那提起的一种例外性的救济手段，它从来不是拿来，也不应该拿来作为政党恶斗的工具。但目前由民主进步党所发动的大罢免，让我们完全看不懂。我们现任的总统赖清德总统，也是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主席，过去从去年520就任以来，到目前为止，缴出了非常难看的成绩单，结果没有把心力放在施政上，没有把心力放在推动福国利民的措施上，那反而不断的透过发动大罢免来造成台湾内部的对立跟冲突。所以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再次的呼吁民主进步党赖清德主席悬崖勒马，请赖清德总统以苍生为念，以台湾为念，悬崖勒马，以民主进步党党主席的高度，清楚地告诉台湾社会，发动大罢免不是民进党要做的事情，民进党该做的事情是兑现他们对选民所做出的承诺，是继续的推动福国利民的措施，而不是一天到晚创造这些对立跟冲突，只为了民进党的一党之私跟个别政党的利益。我希望再次的恳请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也是赖清德主席，能够三思，悬崖勒马，不要把台湾进一步推向分裂对立的局面。因为网红四超猫有 po 文指出说，他有看到陈佩琪有搭乘柯文哲主席的专车回家，那他就质疑说，他已经现在不是主席，为什么还可以搭主席的专车呢？我必须要说，柯文哲主席是台湾民众党最重要的领袖。目前我们的主席因为民进党政府的追杀，在不仅没有定罪，甚至起诉证据这么薄弱的情况之下，被关押在土城看守所。照顾好我们的柯文哲主席，是台湾民众党上下一心，大家共同的愿望。我作为台湾民众党的代理主席，我可以清楚的说，照顾好柯文哲主席是台湾民众党上下一心，大家共同的愿望。那台湾民众党的家务事不劳
像四叉猫这样的民进党侧翼说三道四，管好自己家的事。另外那个就是蔡壁如之前有抛那个大和解2.0嘛，那现在就是有人就是批评说他这样子是不是等于是在向人家低头，向民进党低头？这个应该问他。对，这主席怎么看？对，我觉得对台湾民众党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从政同志、党员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每天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把该做的事情给做好。像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大里这个地方，我非常的感动。江河树议员在过年的时候，爱心厨房不关门，跟所有地方的爱心妈妈们，大家一起准备为独居老人送餐。这个就是台湾民众党服务的精神，这个就是台湾民众党脚踏实地在做对于我们基层的民众有帮助的事情，那也是拓展台湾民众党争取台中市民的认同跟支持，这才是每一个从政同志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个媒体人黄阳明翻出一张去年大美出事的段，然后说阿北出事了，结果去年真的出事。我想有时候小编的一些创意没有必要去做过度的延伸那此时此刻，今年的农历年，不仅仅是对于柯文哲主席的家人，其实对整个台湾民众党而言，那大家的心情，老实说都不好过。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还是会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做该做的事情。那我也相信，这个是在土城看守所的阿伯，他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好好认真的工作，认真的生活。可以了嘛？谢谢，多谢，谢谢。